66年前无偿捐给国家的明代名画《江南春》被博物馆当伪作6800块贱卖，转头拍卖场喊出8800万的天价，翻了13000倍。更让人震惊的是，当初137件捐赠文物里，还有4件跟着江南春不翼而飞，连张影像记录都没留，至今了无音讯。关键鉴定专家离世，买画人身份成谜，这桩横跨半个世纪的案子全是死无对证的迷雾。博物馆嘴巴一张，程序合规，捐赠者后人维权难如登天。6800块的白菜价对上8800万的天价估值，伪作的帽子撞上拍卖场珍稀国宝的定位，这层层反转，到底是专家鉴定瞎了眼，还是管理漏洞烂了根？普通人掏心掏肺的善意就该被这么当垃圾踩吗？南博、川博、故宫、国博，这个结果现在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为啥？因为大家已经不信了当年就是文物拍卖的时候有造假那个案子，大家都知道多少赝品被包装成国宝流入了市场，多少鉴定专家给他背书，事后有多次整改，多少次规范行业可是老百姓心里那根刺儿拔了吗？根本就没拔。现在这几个博物馆的事儿简直就是翻版，甚至是加强版越深挖越失望，越细究越心凉。这可不是普通的东西这是文物，是国宝，是国家的家底儿，是砸锅卖铁都得护着的不可再生的宝贝。就放以前谁敢动一下，这个是掉脑袋的事儿可现在呢，大概率就是不了了之。所谓的文物鉴定的权威，所谓的管理严谨规范，全成了笑话。公信力这东西回起来1秒钟的事儿，可建起来呢，需要几代人埋头苦干，需要几百年的慢慢沉淀。可现在这些东西这些问题不解决，公信力想再回来比登天还难就是他并没有把运到台湾的这个5000多箱这个文物珍宝据为己有，而是命令相关方面的第一时间成立了清点委员会，立刻组织开展文物的清点与登记工作。随后呢，将这批文物呢分别移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专业机构妥善保管。自1950年以来呢，台北故宫博物院呢已经先后展开过5次这个全院范围的彻底清查盘点。令人惊叹的是，期间没有一件文物遗失。为何半个多世纪里这批文物始终能做到账实相符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核心就在于完备的监察制度。首先呢，文物库房实行双人双锁制度，任何单人都无法单独打开库房大门。同时呢，库房的进出呢必须有2个人同行，全程处于监控之下，并且留存有多份的这个录像备份，从根本上杜绝了录像丢失的可能性此外呢，台湾地区的一个监察院呢，每年都会对公立博物馆的这个资产开展审计工作，以此保障文物的账实相符。更为关键的是什么呢？博物馆馆藏的所有文物都会通过台湾典藏网向全球公开高清这个影像资料。所以说呢，有这些措施，就让任何调包的这个企图呢无处遁形。你们说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监察制度是不是值得我们的博物馆来借鉴呢？真是挖出萝卜带出泥，南京博物馆的事还没着落呢。网友发现更有意思的，武汉大学毕业的萧元在担任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的时候，多次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图书馆藏品库的钥匙，将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等名人的画作100多幅都拿出来，自己临摹，然后把真品据为己有，把临摹的赝品放回了藏品库。这些真画有100多幅，都已经被萧元委托拍卖公司已经拍卖掉了，得的价款呢已经超过了3000多万元，剩余的画作经评估呢也价值7000多万元。这下不仅是南京博物院全国的博物院都应该好好查一查了，看看还有多少真的文物。这件事情真的太荒谬了，大家好好查查吧。这就是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面藏着70多万件中华文化的瑰宝，你无法想象它们有多么的震撼。话不多说，跟着我的镜头直接带你们去看绝对不能错过的3样镇馆之宝。来看这一块能让人食欲爆棚的红烧肉，这个肥肉相间的层次感。这件就是翠玉白菜，但是今天很可惜没有展出，不过带大家看一下翠玉小白菜。这口鼎可是镇馆之王，毛公鼎里面刻着499个字，现今名为最长的一个青铜器。想象一下，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是以这种方式来记录着历史。我在这发现了一幅特别奇怪的画，就是康熙皇帝的画像，大家近距离看一下，就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对，怎么这么像外国人呢？这外国人给画的。这些就是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这里的藏品大概有70万件，就算3个月或者半年轮流更换一次，你也需要30年能看完。
你知道吗？这些珍贵的文物经历了战火，跨越了海峡，能在这里安然保存，它们就像是一个文化的使者，时刻的提醒着我们，无论身在何方，我们都有一条共同的根脉。如果你来到这里，请一定要慢下脚步，静静的去感受每一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化因传承而永恒。某博越，你看看人家台北故宫，直接人家放大招了，球衣262幅，真品高清全开，在家我们就能看到古画。那换做在以前啊，想看一眼他的真迹，那得是什么样的身份段位？要么是王侯将相，要么是富可敌国的豪门收藏家呀。那就算你撞上蓝德玉的特展，那全是展动的人头，你能看清个什么名堂？现在不一样了，不管你是什么身份，点几下鼠标，大师的传世之作立刻就在眼前，你能看清每一丝啊蚕丝的纹路，每一笔颜料的精妙，你还能把画面无限放大。那些古人啊穷尽一生都未必能见的稀世珍宝，如今啊却能够当壁纸做屏保，甚至打印出来挂在自己家的墙上。虽然说只是复制品啊，但那份直击人心的美感，那份扑面而来的历史气息啊，都是货真价实的。什么叫做真正的文化自信？什么叫做实打实的传承？那不是把国宝啊锁在库房里蒙尘，不是让珍品啊只挂在有钱人的墙上，而是让艺术啊像空气一样飘到每一个愿意欣赏它的人的身边。这一刻，谁还羡慕古代帝王？咱有高清的放大功能，比他们看得更透彻啊！贵州博物馆，你把那个文物丢到哪里去了？怎么搞丢的？出来讲两句！不要一句我搞丢了，搞丢了就可以轻飘飘的带过啊！谁搞丢的？怎么丢的？谁该负责任啊？我搞清楚，我们人民群众需要一个真相，那个不是你们的私人财产，好吧？是所有中华儿女的东西，知道吧？那是老祖宗的。我反映了近20年无人处理，我请求国家博物馆公开文物照片、文物编号、文物存放地。近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崔凤祥手持身份证公开询问20年前捐赠文物下落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深切共鸣。这不仅是一个关于个人捐赠的故事，更是一道关于信任、责任与制度完善的深刻命题。2006年，崔凤祥先生将一尊珍贵的明代万历地藏菩萨铜佛像无偿捐赠给国家博物馆。护送员等5、6个人，要给我办捐赠仪式，给我奖励，我没让，我是捐给国家，举行了，然后就给我了证书。当时他婉拒了所有仪式与奖励，只留下一句朴素的话：捐给国家就值得了，和一份代表国家认可的捐赠证书。这份纯粹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然而，当崔老先生于2009年前往国博想再看一眼自己托付的孩子时，却得到了一个冰冷的答复：馆内档案中查无此物。国博的一件文物找不到了。目前我们馆的艺术品保管工作一切正常，相关工作人员正在积极尝试联络当事人。目前的沟通呢就在这个推进中，其他的呢信息还没有可以公开的。自此，他踏上了长达近20年的询问与求证之路，过程曲折，未有明确结果。如今老人唯一的愿望仅仅是知道佛像身在何处，现状如何。兄弟们，新闻都看了吧？南京博物院8800万捐赠名画流落拍卖会，绝对是大瓜啊！但现在最紧张的真不是南京博物院的这些人。番茄小说有吧？里面有一部小说《古董判官》，第1162章，内容跟新闻爆出来的一模一样的剧情，简直就是现实剧情，敌前剧斗，写的就是金陵博物院接受了别人无偿捐赠的珍品，转头这个珍品就出现在了拍卖会上，故事线、关键情节全对上，就只是换了个人名。我敢说这个作者现在是最紧张的啊，指不定吃到点什么。南博，你来看看，台北故宫干了件大事，他们把仇英的262幅画全部高清扫描，放到网上随便下。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个明4家之一画汉宫村小图的超级大牛仇英。以前你想看一眼他的真迹，得是什么身份呢？要么是帝王将相，要么是巨富藏家。就算办了特展，隔着几米远，乌泱泱全是人头，你能看清个啥？现在呢，你还有我，任何一个人坐在家里点点鼠标，那幅画就到你电脑里了，能看清每一根蚕丝，每一笔颜料，春染的细节。你可以把它无限放大，脸贴着屏幕，
看几百年前那位仕女眉间的愁绪，看庭院里那片叶子的脉络。古人一辈子都未必能见着的宝贝，现在成了你的壁纸，你的屏保，你甚至可以把它打印出来，挂在墙上。虽然是复制品，但那份美，那份扑面而来的历史感是真真切切的。这一下把时空、阶级、财富，所有我们这些凡人跨不过去的坎，全都干稀碎。什么叫文化自信？什么叫传承？这就是不是锁在库房里，不是挂在有钱人的墙上，而是让它像空气一样流淌到每一个愿意欣赏它的人身边。这一刻，我感觉自己跟那些曾经拥有过它的帝王平起平坐，不，甚至比他们更爽，因为他们没有放大镜啊。好家伙，台北博物馆出手了，纯打内地博物馆的脸啊！就在昨天，台北博物馆宣布将馆内收藏的朝央262幅画全部高清扫描，放到网上免费下载浏览。图片高清到你能看到笔墨的纹理，没错，就是上次南博丢失画作的作者仇英。不由得让人想起来某博物馆直接把藏品柜里的灯关了，理由是影响藏品寿命。这次台北博物馆直接用电子仪器扫描，却没说伤害到藏品，妥妥的打了该博物馆的脸。在内地博物馆接连发布闭馆通知，台北博物馆却主动把藏品扫描放到网上，直接敞开门让你观摩，实在是让人唏嘘。原来最大的文物倒卖者竟然是博物馆。那边南博余波未平，这边国博悬案再起。事情的起因是2006年春天，山东老人崔凤祥捐家乡祖传的明代万历年间铁铸地藏菩萨像无偿捐给国博，工作人员上门接收，向老人出具了盖有公章的捐赠书。然而在3年后，老人满怀期待前往国博，想隔着玻璃看一看自己捐赠的佛像，却得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答复：馆内系统与档案中均无这些佛像的任何记录。于是一场跨越16年的寻物之路就此开启。从2009年到2026年，他完访北京数十次，递交材料，当面咨询，拨打了120多通电话，写下70余封信件，可得到的回复始终如出一辙：蘸大茶，等通知。岁月侵蚀了他的腿脚，却蒙蔽了他的执念。我坐着6批火车大约去了10几次北京，写了近70-80封信，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如今已经80的他，诉求简单让人心酸，只求国博公开佛像照片、编号与存在地，让他知道自己捐赠的文物是否正为国家所用，是否安好无损。看老人的家就知道是个普通人，因为爱国把原物捐赠，结果发现还不如卖了，至少自己能过得好。博物馆从来不是私人珍藏馆，而是承载民族记忆、向公众开放的文明殿堂，让善意与信任遭遇查无此物的冰冷回应，不仅是一位老人的念想悬而未决，更叩问着公共文博机构的责任与担当。江西博物馆跟故宫博物馆是干起来了，江西博物馆是直接掀桌子了。事情的起因是江西博物馆这边是展出了一幅画，说是从故宫这边借的一个国宝，结果呢，全国最懂行的书法家全部跑过去看，当场就发现了不对，墨的颜色非常的死板，该在上面的印章跑到下面去了。江西馆的这边当场就打电话给故宫这边对质啊，两边都僵住了。现在这个事是成了一个死结，如果画是真的，那江西馆内可能就有人把真画给换了。如果故宫当初给的就是这幅，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最新的回应更妙，江西馆这边说我们展出的是原件，可是没有说它就是真迹。你听出这个话的意思没有？这个简直就是把权威的台子当做给拆了。但是这个事它真正的看点是给咱们所有人上了一课，一个掀桌子的新玩法已经没有人能够躲开了。过去你质疑专家没人听，这套专业的打假动作已经精准的杀到了我们知识 IP 个人品牌的老巢。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也是在网上建立自己的个人博物馆？你每发一条内容其实就是在展出一件藏品，但是你的藏品经得起高清镜头和行家的审视吗？你的观众越来越专业，他们随时都会发现你反复讲的一些案例是编的，你引用的报告是过时的，你说的方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一旦观众戳穿了这种硬伤，你的人设就会像那幅画一样，彻底陷入了信任死局。所以我在操盘中央大学梁博高教授的账号时候第一的要素就是不是怎么火，而是怎么立得住，怎么稳得住。我们不去追求那些看起来很炸但细想全是漏洞的热点，我们就围绕怎么去培养顶尖人才这个梁老师最硬核的东西往下去挖。比如讲文科的底子对当领导有多重要，梁老师的每一个点都是实实在在的研究和案例去做支撑的，不怕人去问。我们不是在搭一个好看的草台班子风一吹就倒的那一种，我们是在打地基砌砖头盖一座结结实的房子，谁来去检查结果都看得清清楚楚。以后个人品牌这个东西玩流量的会过时，但是真正靠得住的永远值钱。你是在摆一个一戳就破的纸架子，还是在盖一栋能够让人走进来仔细看的真房子？如果你也在踏踏实实的做自己的专业影响力，不想哪天突然就被人问的下不了台，你得有一套确保自己货真价实的办法。关注我，一个专门帮真专家盖结实房子的操盘手。下回我们聊一聊怎么去检查你自己的房子地基稳不稳。
台北故宫博物馆干了件大事，他们把仇英的262幅画全都高清扫描放到网上了，大家随便下载随便看。没错，就是最近很火的南博事件里面的江南春的原作者，明代书画4大家之一。你可能没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在以前仇英的书画可不是谁想看就能看到的，要么是王侯将相，要么是巨富藏家，就算是办了展会，你也只能隔着好几米远远的看一眼，根本啥也看不清。更何况他的作品因为是极其珍贵的，所以说通常是不会拿出来展览的，咱们普通人想要看一眼更是难上加难。现在好了，只要你想看，在家里点点鼠标随便看，你可以把它无限放大，甚至你还能看清每一根蚕丝，每一笔走线，你能看清几百年前的那位侍女眉间的愁绪，看清庭院里那片树叶的脉络。这一下可把我们这些凡人跨不过去的阶级全都干碎了。古人一辈子都未必能见着的宝贝，现在成了你的壁纸，你的屏保，你还可以打印出来挂在墙上。虽然是假的，但那份穿越时空的美感和扑面而来的历史感是真真切切的。这波操作才叫真的文化传承。很多人不了解台北故宫博物馆，你知道台博收藏着多少稀世珍宝吗？足足有66.8万件，其中有很多都堪称无价之宝。最震撼我的是，从1950年至今，台博共进行过5次全院规模的彻查盘点，竟然没有一件丢失。为什么台博能做得如此完善？其实靠的就是监督。文物库房全是双人双锁，任何一个人你都别想单独打开库房，库房里每次进出都需要2个人全程监控，并且存有多份录像备份，完全不可能存在录像丢失的情况。更关键的是，台博的所有文物都会通过台湾典藏网向全球公开高清影像，这种高度的透明化让任何想要调包的企图在众目睽睽之下都无所遁形。你觉得台博这波操作怎么样？看看台北故宫博物院是如何管理文物的。就是当年把文物运到台湾以后国民党并没有把运到台湾的这些文物珍宝据为己有，而是命令相关方面第一时间成立了清点委员会，立刻组织开展文物的清点与登记工作，分别移送至台北故宫博物院等专业机构。自1950年以来，已经先后展开过5次这个全院范围的彻底清查盘点，期间没有一件文物遗失，这批文物始终能够做到账实相符。答案其实很简单，核心就在于完备的监察制度。首先呢，文物库房实行双人双锁制度，任何单人都无法单独打开库房大门，同时库房的进出全程处于监控之下，并且留存有多份的录像，从根本上杜绝了录像丢失的可能性。此外，台湾地区的一个检察院每年都会对公立博物馆的资产开展审计工作，以此保障文物的账实相符。更为关键的是，博物馆馆藏的所有文物都会通过台湾典藏网向全球公开高清影像资料，让任何调包的企图无所遁形。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监察制度是不是值得我们的博物馆来借鉴呢？点个关注，谢谢。